孙思邈有一句名言，叫做“不知义，不足以言太医”。有很多人就觉得很奇怪，易经不是算卦的吗？这是因为一般人对易经没有一个完整的了解。我们曾经说过，中国人愿意把一件事情分为三，那易经也是一分为三，就是天道义、地道义、人道义。那天道义呢，是伏羲的易经，也叫做伏羲易。地道义代表人物是神农，而人道义代表人物是皇帝。那这三位皇帝就是我们俗称的三皇，也可以叫做天皇、地皇、人皇。天道义所研究的范围，就是和我们前几集所讨论的内容相关，主要是天文和历法。地道义主要讨论的是地上发生的事情，而人道义那就开始研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。后来人道义就成了我们后来所称之为的周易。天道义当时是没有文字的，一直到了老子才做了一个集大成的总结，写出了那本著名的《道德经》。而皇帝的义到了孔子那里，孔子才做了一个集大成的总结，完成了周易。那天道义和人道义是什么关系呢？其实就是道家与儒家之间的关系。庄子曾经记载过，孔子50岁韦编三绝，说是孔子在50岁的时候，把易经那个竹简的牛皮绳都读断了3次，然后自己觉得很有成效，然后第3次去见老子，结果回来之后3日不语。学生问道：“老师，见到老子了吗？”孔子说道：“见到了。这老子啊，就是一条龙。”那孔子见老子究竟聊了什么，让孔子3日不语呢？庄子写道，他们之间谈了至道。这个至就是至高无上的意思，道那自然就是道，所谓的至道那就是天道。孔子研究了几年的易经，洋洋洒洒做出了很多论断，结果见老子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走的这条路原来走到人道去了。那为什么老子就可以作为伏羲的集大成者，而孔子作为皇帝的集大成者呢？因为老子是国家图书馆的管理员，在当时的情况下，图书是非常昂贵的东西，
一般普通人家是不可能有藏书的。老子本身是史官，他知道天文历法，了解历史，而孔子则是礼官。什么叫礼官呢？就是搞仁义礼智信，恢复周礼的这样一个学者。所以两者走的完全不是一条路，这也是道家与儒家之间的区别。同样是讲人与天之间的关系，那儒家就说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而道家的《道德经》里边则说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这是为什么呢？那我们一听说天地是没有仁义礼智信的，把世间万物以及人是当作刍狗的，这个刍就是草扎的狗，把人看作狗，还不是个活的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道家与儒家看待事物的角度和立场不一样。儒家是站在人的立场上来看天，而道家则是站在天的立场上来看人。由此可以看出天道易经与人道易经的巨大差别。孙思邈所说的不知义，不足以言太易，这里应当指的是天道易。要学好中医，必须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而且要懂历法，又得懂做饭。因为地上所生的这些作物也可以按照五行来分类，是地气的化身，所以懂得搭配五味，才能懂得搭配中药。通过以上的讨论，我们可以看出三皇有共同的特征，他们都懂天文，知道易经，而且懂得医学。内经当中说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中知人事，方可以长久。这是内经对中医的一个基本要求。天道易经，当然我们要知道天文，也要知道历法，历律也是音律，所以说和音乐还有关系。千字文上讲，律吕调阳，律有6个，吕有6个，律属阳，吕属阴，正好对应12个月，也对应地支。可见当中医并不简单，要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还要懂音乐，还要会做饭。不懂音乐的厨师不是好中医。